还没睡啊？我想见你。现在？那好，待会儿见。老公，啊，老婆，吵醒你了。你这么晚去哪儿？啊，公司有个重要电话打过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，我去公司了，这么晚？很快回来。你睡吧。不用担心啊。为什么他来了方太太家？太太，你下车吗？我想再等一会儿，钱会照给的，谢谢。喝点酒，舒服一点。闭上眼睛，放松点，什么事都别想。没心情。为什么没心情？你老公可能被控谋杀，你应该开心才对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你不可能取代我老公，但如果你听我话的话，你得到的一定比他多。唉，昨天晚上通宵加班，真的好累。是吗？老婆，你看起来也很累啊，是不是不舒服？要不要我陪你看医生不用。？Sorry，现在是我的奋斗期，我知道我很少陪你。那我答应你，过段时间等事情都安顿好，我们一家三口找个地方去旅行玩一玩，好吗？你赶快去洗个澡，该上班了。好，我去洗个澡。
慢用。我们的菜不是都来了吗？我特别叫大厨炖给小飞安胎。来，小飞，方太太对我们真好。你以后要让佣人多熬一些汤水给小飞安胎。方太太吩咐的话，我一定会记住。我想吐，不好意思，我去洗手间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不是真的很不舒服？我们送你去医院吧。你现在怀着宝宝，要特别小心，否则妈挺会担心的。我不用你装好心，你说去。你怎么了？要不是我亲眼看到你跟俊平在你家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要勾引我老公？你冷静一点。我真的很傻，我还一直当你是好朋友，一直那么信任你。小飞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妈挺为什么会出轨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做老婆的不够好。你做了这么对不起我的事，还敢说我？妈挺告诉我，其实他觉得你真的很不了解他。他在公司跟小瑶斗个你死我活，压力很大。回到家里，你就只会跟他啰啰嗦嗦，有时候还替小瑶说好话。所以你说，一个男人怎么会喜欢听，对吧？我跟你说清楚，我没对不起你，我也没勾引你老公。我跟 Martin 的关系是大家互相尊重，他需要一个精神的支柱，一个在事业上能帮助他的女人。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，有权力的人就可以颠倒是非黑白。你呢，还是乖乖的回去想清楚，千万别自己去破坏大家的关系。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痛。小飞怎么样？胎儿没事吧？医生说怀的不是很稳，要多休息，不能再受刺激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去厕所想看看他是不是很不舒服，他就质问我跟你的关系。但无论如何，你一定不能让小飞把我跟你的关系说出去。如果让我老公知道，我跟你都不能再留在荔枝高，我们之前做的所有事都会前功尽弃。啊？我知道了。老婆，医生说胎儿不是很稳定，你要多吃点东西。别再生闷气了，这样对宝宝不好的。如果你真的关心我跟宝宝的话，拜托你别再做伤害我们的事。我只不过是一时把持不住，对不起。上次我在你车里面看到用过的避孕套包装纸，你也是这么说，你还答应我说以后不会再发生。但现在怎么样？我亲眼看见你搂着方太太。老婆，你别再解释了。我知道我现在怎么解释也没用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在我心目中，只有你和宝宝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跟方太太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老婆，我最爱的是你，
你就当为了我跟你肚子里的宝宝，再原谅我一次，好不好？那好，我们一家3口重新开始。真的？不过你要答应我，离开唐善行这个女人，跟我一起回上海。你要我放弃香港这一切？你能不能做到？老婆，你要我跟方太太分开没问题，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努力很多年，好不容易才坐上智力高总经理的位子。如果就这样跟你去上海的话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说到底，就是不会为了宝宝和我放弃你的权利和地位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自己带着宝宝回上海，我们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你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听我说啊，老婆，宝宝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放开我！总之你不要走啊，老婆。老婆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啊？为什么你就是不能体谅我呢？好痛啊！老婆，如果没问题，我们会安排时间，尽快给丁太太做引流手术。丁先生，马汀，我刚才看到救护车送小飞进来，小飞发生什么事了？小飞还没醒，宝宝怎么样？没了。没了？无缘无故怎么会没了？为什么？丁月平，是不是因为你？我在问你，为什么不说话？是不是因为你呀？是不是因为小飞知道你跟唐善行的事，受刺激流产？是不是你这个坏蛋？坏蛋！坏蛋！坏蛋！小飞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你这个混蛋！有安，你冷静点，放手啊！让小飞听到会很难过的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小飞再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叶永恩第一个不会放过你。方太太，我想从明天开始请长假。请长假？方自立就快放出来了，我们要尽快争取股东们的支持。他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岌岌可危了。Sorry 啊，我语气重了一点。但是你别忘了，我们已经同坐一条船了。我答应你，等我们一起把方自立踢出励志高之后，我让你放1个月长假，你想去哪儿，我陪你去。你怎么了？方太太，姚先生找你。叫他进来。方太太，丁公子，这份合约做好了。我先去做事了。方太太，昨晚伊森跟我说小飞小产了，丁公子没事吧？小飞小产？是啊，他没跟你说吗？我还以为他会跟你请假照顾小飞。啊，那我先出去了。
前几天叫你约股东谈合作的事，谈得怎么样？ Sorry， 方太太，当劳跟 Henry 最近都不在香港，不过我会尽快联络他们。这样最好。你知道方先生马上出来了啊？知道。怎么这么累呀？哦，家里的事。自从小飞知道我们的事之后，他最近怎么样？他当然很不开心，不过我会尽力去安抚他。啊，对了，之前你不是说想放长假吗？小飞小产，他一定很难过。我想你真的要多花点时间陪陪他。方太太，其实我不是存心隐瞒他小产的事，我只是觉得这种事不需要麻烦你。我明白，毕竟是你们夫妻俩的事，我这个当老板的，就算想帮也帮不上忙。方太太，行了，你从后天开始放长假，等小飞身体好点再回来上班吧。方太太，小飞小产这件事，是不是小姚跟你说的？我的手下在做什么事，发生什么事，如果我想知道的话，总会有办法。丁太太，我要出去买东西，你自己在家没问题吧？啊，你别忘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该吃药了。我不想吃。那不行，这些药很重要，它能帮你抗忧郁。我先走了，你记得吃药啊。俊平，我以为认识你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，谁知道原来是痛苦的开始。我做不了你需要的女人，我留不住你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没意义。小飞，俊平，小飞，你没事就好了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对不起，我答应你，我跟你回上海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你舍得香港的一切吗？刚才我在楼底下看到公仔掉下去那一刻，我以为自己真的会失去你。你知不知道，在那一刻，整个世界好像停顿了，我的心好像不再属于自己。我才知道什么金钱、什么权利，通通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你，小飞，你知道吗？俊平，你知不知道我刚才真的很想跳下去？但是，我刚想跨出这个窗口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想起小吉之前给我看过一张笑云的照片，照片是她男朋友送给她的，她想告诉小吉，她永远会在上面守护着她。但是小吉还没来得及回复，她男朋友就死了。这件事告诉我，一定要给心爱的人一次机会。小飞，我们回到上海之后，你要好好养好身体，再生个宝宝好吗？
对不起，小飞。辞职？你想清楚了？是。马蒂，我让你放长假，是想让你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小飞，不是不相信你。你不要多想。其实我辞职，主要是想跟小飞重新开始。小飞外表柔弱，其实她是一个很倔强的女人。我跟你之间的事，她永远不会接受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离开励志高之后，你的事业要重新开始，就算以后回来也做不了现在的位子。我当然考虑过，不过和事业比起来，小飞对我来说更加重要。方太太，你可以放心，我们跟林先生的事，如果我泄露出去，自己也会有麻烦。这点我可以答应你，只要方太太肯给我笔遣散费，我就会从此离开香港，对励志高所有的事都会封口。你想要多少？5000万。5000万？我在励志高拼死拼活10几年，怎么说也帮你们赚了好几个亿了。我觉得我值5000万，念在我们的交情，希望方太太能答应我。500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明白，我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很晚了，我要回去陪小飞。不用找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不用客气。今天胃口这么好，还挺精神，看来我不用担心你了。我可以重新振作，还能跟俊平和好，全都靠你。关我什么事？我只说了几句话，这几句话救了我一命。还有俊平也答应我辞去香港的工作，跟我回上海发展，我很开心，所以一定要请你吃饭。那好吧，下次我请。下次把俊平叫上，要他请你。也好哦。我们先走吧。小飞，这么巧啊？怎么一看到我就走啊？还想恭喜你把老公哄回去了呢。不过你这么自私，恐怕他这辈子都出不了头了。小飞，我们走。哦，原来你跟 Madam 是好朋友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不是好人。我提醒你说话小心点。干嘛？想恐吓我？我正想问你呢，经常去监狱看我老公，到底是想再抓他一次呢，还是对他不死心，想继续勾引他？唐善行，我跟方先生光明正大，你对小飞做过什么，你心知肚明。勾引别人老公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说什么？方太太，别理他们，我们换地方。姚月山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我变成什么样跟你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方太太，好吧，我也没心情吃了。告诉林先生换地方。好。小飞，我不送你了，还有事要做。那个女警跟着我们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医生，我的情况怎么样？我给你检查过了，你的眼睛呢视网膜现在有部分脱落，其他的只是一些皮外伤而已，不用担心，很快就会好了。我会不会瞎啊？放心吧，我们给你做了手术，
修补视网膜上的小裂口。这个阶段你最重要就是多休息，那别太操劳，知道吗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阮小姐，这个你急不来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伤口，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你康复的情况了。那好吧，谢谢你，医生。好球啊！不然怎么跟林先生你合作啊？你老公马上就要出狱了，他出狱之后会不会捣乱啊？你看，那个小姚本来是我老公的人，现在也站在我这边。这个世界说到底都是利益，那些股东也是一样。他们最关心的是谁掌权之后业绩会上升。我有信心说服他们支持我当主席。你放心，就算我老公真的出来了，也干预不了我们合作。之后我有笔钱会转过来，你帮我好好的做，看看怎么样洗得干干净净。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了？方太太，车准备好了。方太太，没事吧？有什么可以帮你，随便吩咐。你有没有办法说服所有股东支持我？谢谢护士。护士，我躺了几天很无聊，你能不能陪我出去走走？嗯，谢谢。原来不用眼睛才能感受到声音有这么多层次，有鸟叫声、风声和树叶声，这些是我以前没感受到的。我现在只想赶快好起来，去完成一起很重要的案子之后，就去旅行一次，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。护士，护士，你还在不在？嗯，原来你还在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护士。我嗓子疼。哦。嫂子，你来啦，买了些补品给你。谢谢你，每次都这么关心我。不用客气，上次跟你聊完，我担心你才是。你别这么说，你跟我说我老公的事，我谢谢你才对。要不是你，也不知道俊平今天会不会跟我回上海发展。嫂子，我问过中医了，益母草汤适合你喝。谢谢。其实这件事之后，马挺也很伤心，别怪他。我跟俊平之间发生了很多事，你不明白。你想跟他离婚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每一次我劝他离开励志狗，他都不肯。我觉得他是舍不得那个女人。其实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做人家老婆呢？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差？你也别对自己这么没信心。其实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Martin 之所以不可以随便离开公司，是因为他跟方太太在公司做一些踩界的事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做了些犯法的事？他应该是想为了你多挣点钱。其实我也不想他回不了头，所以我这次来跟你说，
是想你劝劝他，不要放弃他。Sorry， 我没想到你听完之后有那样的反应。其实我只是想你用太太的身份劝劝马汀。其实与你无关，是因为我当时有情绪病，才会做那种傻事。不过幸好我还是没跳下去。真是对不起。别再说了，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只是想跟俊平离开香港，重新开始。老婆，老公，马汀，这么早？哦，我想早点来拿些补品给嫂子。那我先上去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好。干嘛这么好来找我？看你快走了，就想约你来见面。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谢谢。我刚进励志高的时候，多亏有你带我，才能这么顺利。其实我一直都看好你，以为可以慢慢教你，等你学会之后，我们兄弟可以一起出头。谁知道我还是看错了。你太有潜质了，哄完方先生，又哄好了方太太。哎，都是帮老板做事，有时候身不由己，你教的。有件事我想告诉你，你没有赢我，是我自己不玩了。无论如何，总之我祝你跟太太在上海生活愉快。谢谢。不过有件事我想提醒你一下，有些事情你一旦做了，就很难脱身。好自为之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耍我？别说这么多，我现在马上过来找你。总之今晚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跟你说清楚。我帮你做了那么多事，你别想着过河拆桥。就这样。老婆，我出去一下，很快回来。老公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公司有些事要做，很快回来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没事瞒着你，有些事没处理完，所以要把它做好了。总之今晚把事情做好，就回来跟你过新生活，好不好？老公，走了。喂，小飞。是啊，小吉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打给你。我现在有点心烦，想找个人聊聊天，会不会妨碍你啊？不会。你老公呢？他刚刚出去了，说回公司。我有点担心他。如果你真的担心他，我去他公司看看，放心，没事的。谢谢你，拜拜。钱准备好了吗？500万，我要5000万，你别耍花样。你突然要这么多钱，我怎么给你？之前发生那么多不开心的事，大家不会想看到彼此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我收到钱，以前的事我会只字不提。我保证你会安全。我一直都觉得很安全。再说，在我眼中，你根本不值5000万。我不值。我知道你跟林静怎么利用励志高洗黑钱。还有，我可以指证你，那天你在天台上扔砖头杀死了姚医生。事情如果爆出来，你也要坐牢。你觉得你有机会说吗？你知道林静是什么人？只要我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你挡了我们的财路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你在吓唬我。你可以不信，敢不敢试试？我再提醒你一句，你死不要紧，但是会害死你无辜的老婆。你敢找人动小飞，我一定跟你拼命！别再跟我说废话，500万要就要，不要就快走。
唐善行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不要翻脸不认人。当初要不是你勾引我，叫我帮你，我不会做犯法的事，也不会对不起我老婆。我今天只是拿回我自己那份，你别这么过分。我勾引你 ？Sorry 啊，在我眼中，你只不过是只狗，一只把我服侍的舒舒服服的狗。有没有人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是你的狗？丁俊平，把他放下！哎，小姐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是他老婆，你让我进去吧。俊平，俊平，你起来！你答应跟我一起回上海重新开始的，你回答我，俊平，俊平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麦董，谢谢。小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他会中枪？你不是帮我看着俊平吗？小飞，冷静点。对不起，是我开枪。我本来只想打他的手，对不起啊，小飞，对不起。你打死了俊平。哎，小飞，你冷静点。为什么？对不起。为什么你要打死他？你说对不起就行了。人都死了，你把老公还给我。麦董，你先到那边去。小飞，你冷静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冯太太，丁俊平已经辞职了，他去你公司找你干什么？他说他自己为公司劳心劳力，觉得应该分红，不过股东不同意，所以我拒绝了他。可能他觉得不甘心，所以回来跟我要钱。那你为什么给他一张500万的支票？他跟了我老公这么久，而且做事也不错，到最后我也心软了，我就想带我老公给他500万，当他这么多年来帮公司做事的奖金。谁知道他觉得不够。最近他因为家里的事，情绪不是很稳定。但我真的没想到他会突然之间发狂，拿起开信刀冲过来想杀我。幸好 Madam 正好赶来了，然后叫他把刀放下，否则就开枪。那之后呢？之后我看见 Martin 其实也觉得害怕了，他真的打算把刀放下，但是突然我听到枪声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 Madam 明明看见 Martin 想把刀放下，还要开枪呢？也就是说，你很肯定丁俊平是听到 Madam 的警告，然后就把开信刀放下。是啊。撒谎！Madam，给我站住！他在撒谎，丁俊平根本没放下开信刀，他冤枉我。好，你进去，进去就告你骚扰证人，再告你1条罪。唐山行，你给我站住！什么事，Madam？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丁俊平根本没放下开信刀。Madam， 给假口供犯法的，我说的全部都是事实。香港是讲法律的，你别以为你撒谎就可以陷害我，法官不会相信你。方太太，先上车吧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知道你这样是骚扰证人，可以投诉的。投诉！麦董，先回去吧。你再帮他害我！冷静点，麦董，让黄 Sir 知道就麻烦了。没，姚先生，警察都走了，
刚刚解封，所以还很乱。妹，那边之前有个盆栽的，怎么没了？不知道。小姚，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方太太，我看这儿乱七八糟的，想来帮忙。方先生过2天就出狱了，以他的性格，一定马上开股东大会。你帮我准备好所有文件，到时陪我一起去。好啊。这个房间我不想用了，你准备帮我换房间。是，方太太。小姚，帮我准备一些抚恤金给 Martin 的家人。再看看小飞有什么需要帮忙。没问题，我出去了。方先生，方先生，等了很久啊。就一会儿，太太有事不能来接你。明白了。小熊，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不用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这辈子都恨你。走，方先生走。方先生早。方先生，回来了，不好意思，进你的房间用一下。没问题。我出去做事了。你等炒鱿鱼吧。你一回来就开股东大会，我知道你很想再坐主席的位子，不过我想你会很失望。Paul 和 Henry 已经答应了支持我取代你的位子，我劝你还是别垂死挣扎，你自己辞职，把工作都交给我，至少到时没那么丢人。是吗？不过我信老天有眼。单行，你收手吧，我怕你回不了头了。我就是相信乘胜追击，得势不饶人。我不信什么报应，不信什么运气，我只信我自己。你听我说，你再这么下去，会越陷越深。你相信我，让我帮你收拾这个残局，好不好？哼，我真不知道到时是谁要面对残局。方先生，我是念在夫妻一场，让你可以下台。既然你还想着主席的位子，我也帮不了你。这几个月，我很感谢大家帮忙看着公司。在你们向我汇报业务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说说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想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。不过公司的方针在你坐牢的时候已经落实的差不多了。要不你先听听我的动议，因为对公司长远的发展来说有很大的影响。我赞成，时间就是金钱。嫂子，你有什么提议啊？既然这样，说来听听，看能不能帮到公司。其实这个提议我考虑了很久，也很难决定。不过为了公司长远的利益，我没办法不这么做。我提议罢免方自立先生主席的职位。我知道方先生为了公司出了很多力，不过这些都是以前的事。现在他不但帮不了公司，还是公司的一个包袱。虽然我们不是上市公司，但是也不想一个坐过牢的人来当主席，这样对我们公司的形象有很大的影响。嫂子说的很有道理，大家都看见了。炮哥坐牢之前，生意已经开始不太好了，找了小姚当代主席，更差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嫂子接手之后，生意马上攀升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，我承诺以最好的业绩来回报大家。我动议，由嫂子当主席。
在投票之前，我想你们先听我讲个故事。坐牢的时候，有人偷袭我，偷袭我的是一个年轻人。后来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偷袭我。1年前，为了不夜城的计划，我们收购旧楼。我们用了很多卑劣的手法赶走住户，断水断电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而其中一户，就是这个年轻人和他的父母。他妈妈还因为我们收楼的手段，导致患上精神分裂。结果他们的单位要强行拍卖，只赔了10几万，根本就不足够他们过安稳的生活。为了他妈妈的医药费，他爸爸出去打了几份工，结果熬得生病。这个年轻人读书不多，所以为了照顾他父母，他只好去卖毒品，最后被警察抓了。我在坐牢的时候，反复想了很久。以前为了赚钱不择手段，我一个人开心，原来后面有3个人这么痛苦。但是回头想想，受害的又何止3个人？钱是不是真要赚到尽呢？正所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希望将来励志高的方向是一家良心企业，赚钱之余也可以回馈社会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之前做错了，已经补偿不了，但是我们将来可以做点事情，这就是我对励志高的希望。炮哥，你说的真好，你有善心，你不应该当主席，应该当神父。方先，你说完了吧？说完的话，我们就开始投票。赞成方自立先生当主席的，请举手。他不是说支持我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方太太。大家重新支持我，是因为不想公司再做犯法的事情。不错，钱我是很想赚，不过有些钱我真的不敢赚。我就很简单，不想老了还做这么多缺德生意，我想给孩子积些福。疯了，你们都疯了！我不玩了，我退股。如果大家没意见，散会。你耍我？弄成这样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很多人经常埋怨没机会，没机会让他发展，没机会让他改过。其实机会每天都擦身而过，只是我们没好好把握。终于最好时机错过了，又继续抱怨自己的不幸。方自立，你居然串通所有人来出卖我！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。小姚一直偷偷告诉我，在我坐牢的时候，你用离间和利诱等各种手段想赶我走，目的是让自己能够继续在公司里为所欲为，是不是？哼，那臭小子收着我的钱，背后却帮你做事。他只是帮对的那边。你意思就是说我错了？这是枉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公司要没我早就倒了，还能撑到今天这个时候正常运作吗？
你过完河就拆桥。你串通林静洗黑钱，损害公司的利益，这叫做正常运作吗？我回来就是要替你收拾这个残局。我只是洗黑钱，又不是杀人放火。那马体呢？他为了帮你犯法出卖我，现在他连命都丢了。你真觉得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，但是你就是不听。真是讽刺！当初我想尽办法替你换心，让你不会死。好了，你的心换了，你就用来要害死我。单行，你听我说，为了我们夫妻俩的关系，把股份交出来。是时候回家了。你别在我面前假仁假义，我不会把股份交出来的。破坏我们夫妻俩关系的人是你呀！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单行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要分你一半财产。啊！哇，方先生，比以前厉害。最近你比较忙，没锻炼。你放心，我陪你锻炼。没体力怎么继续帮我办事？接着怎么办？接着我要重整公司的业务，钱可以少赚一点，当然要做一些有意义和对社会有贡献的事。比如重启中小企业的项目。我要把 Wonder Eyes 清盘，跟林静正式划清界限。林静哪有那么好说话？泡尔哥虽然做了好人，但还是有些 power。我会亲自约他出来谈判。我不想他一直要挟着我老婆。这个你有用了，查了3个月，林静用 Wonder Eyes 洗黑钱，所有账目都在这儿。Good。不过，之前我老婆安排不少人在各个部门帮他们做事。我要你帮我重新查励志高跟所有公司的每一项账目。知道。辛苦了。值得。不过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我知道你被家人和朋友误会，还跟小吉分手了。跟小吉分手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家人和朋友很容易解释。至于 Martin， 要不是我弄得他跟方太太翻脸，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咦，你也来看日出啊？看着早晨的太阳，可以让人头脑清醒一点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：日山死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怀疑姚医生的死跟我有关？当时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我很舍不得这个世界，于是我很想到天台看看。但是我走到楼梯口，已经体力不支，然后就晕倒了，需要人抢救。你真的没去过天台？经过上次你妈妈那件事，你还不相信我？我也很想相信你，但这么巧，日山的心正好换给你。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心适不适合我。还有，如果我杀了一个好人的话，我一定会去自首。你晕倒之前，是不是看见你老婆和Martin都来找你？是。你记不记得他们是一起来找你，还是分开来找你？当时我晕倒了，我记得不是那么清楚。根据你老婆的口供，她说当时她跟Martin一起去找你。不过我同事去医院问过护士，他们说只看见Martin一个人去找你。你不是怀疑我太太吧？是，她平时做事过分一点，但杀人呢，她哪有这个胆量？那晚我在 Wonder Eyes 看见Martin凶狠地拿刀想捅死你老婆，我为了阻止他才开枪，原本想打他手，但他一动就打中他脖子。你老婆清楚看到当时的情况，但她却撒谎，说我鲁莽开枪，想把所有罪名推到我身上，让我不能查下去。我想知道
马挺跟你老婆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他要杀你老婆？小飞有没有告诉你，马挺跟我老婆之间有暧昧关系？他这么对你，为什么还要维护他？这是我跟我老婆之间的事，我自己会处理。走了。还有，月山告诉我，他暗中把微型偷拍器放在你老婆办公室的花盆里，但马挺死之后，偷拍器不见了。我们怀疑已经拍到当时他们争执的情况，所以你老婆藏了起来。如果真是他藏起来，我会帮你找出来。你找什么？我在找我的刮胡刀。刮胡刀不是在厕所吗？况且我们已经分房间睡，你的东西我叫娥姐拿到客房了，这里没你的东西。那我找不到刮胡刀，来自己的房间找一找，是不是不行啊？你这么紧张，是不是有什么我不能看到的？你光明正大我无所谓，你鬼鬼祟祟就不行。我不懂你这话什么意思。是谁派人跟踪我？方自立，你会不会太过分了？那几个人是保镖，是我派去保护你的。我不用人家保护。你别这么偏激。我跟林静谈判了，我逼他收下5000万就了事，我怕他不服气，会伤害你，所以我才这么做。谢谢你关心。总之你自己要小心一点。闭嘴！闭嘴！你老公真了不起，跑来扔下5000万，拍屁股就走了。我的1.5亿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我老公会找你，真的跟我无关。你现在先放我走，我回去再跟他谈谈。算了，你老公已经把你踢出公司，我知道那1.5亿收不回来了，不过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他不给我面子，我也不给他面子。你想怎么样？方自立真会选，选个这么漂亮的老婆。你这么美，得多看2眼喽。你想干嘛？老婆，姐夫，老婆，你怎么样啊？你回来找我，你高兴了吗？为什么要去找他？你为什么要去找林静？冷静，别那么激动。你把我害成这样，高兴了吗？先出去。我以后不想看见你。太太，冷静点，放松点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护士，镇定剂。张医生，谢谢你。啊，不行，放松点，深呼吸。单行的伤势怎么样？他的伤口很深，有4寸长，从嘴角一直划到耳朵旁边。医生给他缝了30针，就算好了，也会有伤疤。我已经派了保镖跟着他了，林静居然还能下手。伊森，警察录口供了吗？你们来之前已经录好了，我上警方已经在查了。没用，林静敢动手，我猜他应该离开香港了。到底那个林静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伤害姐姐？这件事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你帮我好好照顾你姐就行了。方先生，有事要我做吗？没有。
这件事我要亲自处理。哎，来了很久啊？一会儿，看你练的投入，不想吵你。公司什么情况？一切运作正常，外面对中小企业贷款计划反应很好，每个好一半的同事都要加班。Good。我老婆发生了这件事，我要多花些时间陪她。公司暂时交给你打理。我知道怎么做。对了，方太太怎么样？这次对她打击很大，我想短时间内她的情绪平复不了。林静呢？我已经决定放过她了。报了仇又怎么样？帮她的人又会来找我报仇，然后帮我的人又会去找她报仇，没完没了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最大的权利就是放过伤害过你的人。也对，方先生改变了很多，可能是换了你哥的心吧。好心作怪。这些百合花是方先生亲自选的，他知道你喜欢，所以叫我拿过来给你。还有这些汤，是方先生叫娥姐早上熬的，不过他临时有事，所以才叫我拿过来。其实方先生真的很重视你，他叫我暂时先帮他打理公司，让他有更多时间可以陪着你。来，方太太，喝汤。看来我老公对你真是不错。你找对码头了。我知道方太太气我出卖你，其实方先生这么做，只是不想林静牵着你走。你还帮他说好话，你们感情真好。方先生给我这么多机会，这么信任我，我当他是我大哥。我跟他这么多年夫妻，他的为人我很清楚。他对你好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他根本就是一个很怕死的人。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再拖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换心，就叫全公司的员工一起去做体检。嘴上说是关心他们，其实是想看看谁的心适合他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找人去查你哥是什么血型。我也不知道他们谁走运谁不走运，他们的血型居然会吻合。方太太到底想说什么？没事，你当我胡说。姚先生，你的茶。谢谢。安娜。啊？我想问你来公司多久了？差不多2年。上次方先生安排全公司职员做身体检查，你也参加了吧？当然了，免费的嘛。外面做差不多1-2千块，所以全公司的员工都参加了。方先生对员工真好，是个不错的老板。我出去做事了。我可以指证你怎么在医院扔砖头下去砸死姚医生和金婆婆。你别再跟我废话，500万要就要，不要就快走。唐善行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翻脸不认人。放心，方太太，除了我之外，暂时没人看过这段片子。如果拿回警局的话，你会很麻烦。丁俊平在你办公室被枪杀后，我们要拿证物回去取证。谁知道我无意中发现花盘里居然装了一个微型偷拍器。后来我用电脑看了里面到底拍了什么，就看到这段片子。照我估计，应该是有人想监视方太太，但是却无意中偷拍到方太太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会打电话给我，要我看这段影片，一定没这么简单。300万，片子还给你，我保证以后没人看到这片子。300万？你们的对话里面提到误杀姚医生，帮林静洗黑钱，还有
这段片子可以证明你冤枉 Madam， 用不法行为杀丁俊平，每样100万，我觉得很公平。你还挺会算的。说到会算，怎么比得上你呢？不过这些证据对你来说简直是超值。还有啊 ，Madam 已经知道在花盆里面有偷拍器这件事，你也知道他有多执着了，他最喜欢咬住不放。OK， 我给你400万也行。不过你要帮我做件事。为什么我要帮你？不帮你就会一无所有。姚先生，丁先生的东西全都在这儿了。谢谢，我会交给丁太太。我先去做事了。本人丁俊平曾目击姚日山医生之死，有关重要事情，因为碍于涉案人跟自己关系亲密，所以一直三缄其口。但受良心责备，经过反复思量，我要在我离开香港之前写出有关证供，向警方交代事情经过，望姚日山医生能沉冤得雪。不好意思。你认为你杀了我，没人知道吗？恶有恶报。我不怕。唐善行，你想去哪儿？你看你这副德行，你老公不会喜欢你了。你别想跟我抢，臭八怪！你说什么？让小姐，你出来！你出来啊！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为了方自立做这么多坏事，又洗黑钱又杀人，不过没用啊，他不会喜欢你的，他只想你赶快坐牢。我要坐牢的话，就让你一起坐牢。我一定会，我会指证你，我指证你杀死Martin。我阻止丁俊平杀你才会开枪，我是合法开枪的。哎，那天办公室里只有我们3个，谁会相信你？谁可以给你作证啊？你让老天帮你作证啊？你要抢走我老公吗？我给你，我要冤枉死你，我要冤枉你坐牢。唐善行，你终于肯承认你在冤枉我。我是冤枉你，怎么样？我随便撒个谎，大家都相信。我要冤枉你坐牢，被人革职。你真的好毒。不过不要紧，你从天台扔砖头下来的时候，已经被人拍下来了。不可能。不信的话，你自己看。事发当天，日山在医院拍了张校云送给我，谁知道在同一时间，有个人在另一边也在拍校云。后来我在社交网站上找到一批照片，其中一张拍到医院对面的玻璃幕墙，照出了当时你在天台上正在做一个扔砖头的动作。再对比时间，
就是出事的那一刻。这是意外，全部都是意外。姚医生，他救过我老公，他是好人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谁叫他跑去天台阻止金婆婆自杀啊？他阻止就该死！你终于肯承认是你干的，为什么？日珊是无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爱。我很爱我老公。你知道什么叫爱吗？啊？你抢走我老公，你就只会害他。你害得他整个人都变了，你害他要坐牢，你懂爱人吗？我老公在医院里临死之前，只想看到不夜城可以动工，这是我老公的遗愿。我妈的遗愿我已经实现不了。金婆婆碍手碍脚，我就要她死，她该死，她该死。谢谢你配合，说出真相。照片是假的，是我和小吉在医院天台上发现，对面大厦可以照到天台，所以故意做张照片来试你。唐善行，我们警方有理由相信，你杀死了姚日山，严重伤害金婆婆，洗黑钱，就阮小吉开枪杀死丁俊平一事做不诚实的陈述，请你跟我们走。善行，你串通他们一起来害我。我没有。警察办案我阻止不了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傻？我是傻，因为我傻才会这么爱你。做错事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等你。方子立，我一辈子都会恨你。唐善行，我们根据探员崔东建的 I Love You 遗言，在 I Love You 的网站找到他寄存的片段。科技组已经破解密码，拿到短片，找到丁俊平中枪前几天的偷拍片段，里面提到你洗黑钱的细节。你跟丁俊平的对话中也承认了自己是杀死姚日山医生的凶手，所以我们会正式立案拘捕你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有第二次机会，你就是不给我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小心呐！Sorry， 突然有个很重要的会要开，来不及陪你试婚纱了。不要紧，我没问题。知道你独立，但是我想跟你一起选啊。没你在旁边烦着我，我选得更快。好了好了，你选好了记得发张照片给我看。还有啊，你喜欢哪件就要哪件，不用管价钱有多贵啊。哇，口气这么大。当然了，阮小琪小姐肯嫁给我，所以婚礼呢一定要办的，要多隆重就多隆重，要多浮夸就多浮夸。够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妨碍我试婚纱。晚上跟姨婆吃饭接。啊，我这个未来老婆这么孝顺，真乖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阮小姐啊，这件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我想试那2件。好啊，去那边。好啊。我终于要跟月山结婚了，日山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幸福的。
小吉，刚想打电话给你，我开完会了，可以过去接你了。哎，好久不见了，你们结婚这么开心啊？唐善行，你还没死吗？是。不过这1年的生活生不如死，都是拜你跟小吉所赐。你怎么会用小吉的手机打给我？你做了什么？你想知道，照我的指示去做。有件事我藏在心里很久了，一直不敢告诉你。但是不说，我怕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子立，你有没有爱过我？其实我根本不想跟月山结婚，不过你一直都没对我表示，我不甘心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离开香港这段日子，我最想见的人是你，我最喜欢的人是你。子立，我今晚不是任性，我只是想在结婚之前，勇敢地告诉你我对你的感情。小吉，请你尊重你自己。虽然你还没跟月山结婚，但我当月山是我弟弟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是，我承认，我曾经被你吸引过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换了姚医生的心，我才会多想了。我很清楚知道，其实我心里面最爱的只有我老婆。以前我走了一条歪路，而我老婆跟着我一起错。不过我换了心之后，我改变了，但是我老婆没变，结果现在各走各的路。所以我现在心里面最后悔的，就是没带善行走入正途。我真的很对不起他。我真的很幸运，能换到这个心，有重生的机会。当然，如果能重新再来的话，我宁愿把这个机会给我老婆。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老公啊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。我是你老婆，老公。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天，我连人带车掉进海里，我以为我死定了。不过我很幸运，我没有死。是老天爷给我机会，拿回我应得的东西。我不要去坐牢，我也不能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我决定离开香港，换个身份回来找你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妒忌这个女人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她，那么多人对她好，为什么我会得不到？她可以，我也一样可以。你不能这么想的。我一直都以为你很喜欢这个女人，
我故意整得跟他一模一样才回来找你。我想亲眼看到你到底有多爱他。我打算这次回来找你，见过你之后就能死心了，然后我就可以亲手杀了你。但是刚才你告诉我，原来你一直都是爱我的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不过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我以后可以用阮小吉的身份跟你重新开始，我们还能像以前那么开心，对不对，老公？不行啊，不可以，不能这么做。为什么？真的小吉，他在哪儿？这个时候你还想着那个女人？不是，原来刚才你在骗我，你骗我的。不过不要紧，哼，不要紧的，他很快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你到底对小吉做了什么？他现在在哪儿啊？我告诉小瑶。不用了，你不用打给那个叛徒。我刚才用小吉的手机发了短信给他，跟他说了在哪里，叫他去救小吉。很快他们会抱在一块儿死。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走开啊！怎么了？想救他吧？已经来不及了。你快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啊！已经来不及了。你马上要告诉我他们在哪儿，否则我立刻死在你面前！不要！你想见阮小吉，现在马上去他家楼下的垃圾站，找一个绑着红色球的黑色塑料袋，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怎么样？很生气呀？我是在耍你。不过你的小吉就在他经常骑单车经过的码头，等着你去救他。目标是不是很大？怕找不到？你到处找找，看见一个红色球就知道他在哪儿。单行，单行，单行。听到你的心跳声，跟以前一样。听到你说我很傻，老天爷给我第二次机会，重新做人，我都没好好珍惜。但是你依然那么爱我，是不是？我听到你说很内疚，没带我走一条对的路。方子立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错。你没错。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为什么你换心之后会改变。老天爷给你机会，能重新做人，你应该好好珍惜。你也可以的，现在还不晚。老婆，你不要睡啊，我的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，你不要睡。我听到了，
我听到你说很舍不得我，是不是？